黄明志这次是大条了，青鸟加油，你就继续不信，初步验尿对4项毒品均呈阳性反应。姑不信，全案将改以谋杀案侦办。姑姑你就继续加油。青鸟挂的黄赌毒无所不包，太阳花女神搞到最后也是卖淫加吸毒，黄明志是吸毒闹出刑事案件，怎么都是这一种拐瓜裂枣，真是太夸张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黄明志案越来越扯了，从原本的护理女神因健康问题突发性过世，变成在饭店猝死，再来在饭店全裸猝死，突然又爆出说饭店内另有一人，竟然是大马歌手黄明志，再传出黄明志身上有9颗蓝色小丸子。当这个事情爆开之后，马来西亚警方就在吉隆坡的一处酒店里面当场就逮捕他。2天后，黄明志依相关法令起诉，虽否认犯行，但是仍以保金获准保释。但稍早黄明志否认了他涉毒的状况，而且还说又一次看到捕风捉影新闻，本人感到非常的杜烂，又收到很多人关心，我在这一次统一回复大家，我没有吸毒，也没有携带毒品，就顶多喝酒比较多。这几天我们也遭到了 blackmail 黑函的勒索，之前没有回应是因为案件还在调查，我们也不可以透露案情。如果你们想继续玩，我们随时奉陪。关于右心的猝死，我们深表遗憾。那救护车迟到近1个小时，我真的不知道999这个号码是拿来做什么用，打去还会被骂。他的否认有效吗？根据马来西亚的光明日报表示，黄明志遭逮，供称自己谢佑欣拍摄影片而共处一夜，期间女方进入浴室之后迟迟未出来，他进入查看才发现人已倒落浴缸内，当场实行 CPR 但没有人救回。这个是黄明志的口供哦。黄明志说因为调查中不能透露，但是马来西亚的报纸已经报得满天飞，而且这是警方给的消息。再来，大马警方在现场验出了毒品跟壮阳药，随即将黄明志押返警局验尿。根据新洲日报报道，在谢佑欣不省人事后，黄明志有致电急救热线，并在救护人员登门之后未向救护人员仔细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就往酒店电厅方向走去。结果刚好在该层楼进行东盟峰会布防工作的警察给拦住，所以黄明志在那边靠北的说什么救护车等了1个小时才来，好像不太一样，好像他对谢佑欣的死亡他是事先知道的。金马警区主任他说，谢佑欣死因仍待化验报告厘清，但黄明志初步验尿对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K 他命、4金大麻酚4项毒品均呈阳性反应，所以是混合吸食，所以已在上月24号依吸毒及拥毒罪在吉隆坡第1刑事推事庭遭指控。大马警方怀疑死者谢佑欣生前吸毒，已与黄明志发生性行为，研判死后遗体遭移动至浴室，详细死因仍待鉴定结果厘清。对此黄明志否认所有指控，因为谢佑欣被发现的时候是全裸状态，黄明志跑的时候是身上有穿衣服、戴眼镜、戴帽子，那总不可能女生脱光光男生没脱光，除非这个人是 gay， 但黄明志肯定不是 gay。 另外警察根据现场痕迹判断他们有性交，但是没有强奸。那这里就牵涉到一个状况，吸毒喝酒再打炮很容易人会挂掉，因为不管是吸毒或者喝酒都是加速你的心血管的代谢速度，会增强你的身体压力，会心脏受不了，一收就倒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成人运动再加上复合式至少4种毒品的混用，很可能就顶不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综合做一个判断，如果是这个样态，第一个算不算谋杀，而且黄明志的口供可信吗？因为毕竟他是唯一的试射人。再来，为什么要把谢女移动到浴缸里面去？移动到浴缸里面是有水还是没有水？那如果没有水，有没有用过水？因为自来水它是会破坏这一些浓稠的遗留，那如果又出现冲洗，那这个案情又不一样。因为如果第一时间你救不住，赶快打999叫救护车，你很焦急的，这是一种样态。另外一种是2个都吸嗨了，不断在高原期震荡，所以可能女生叫了一下，啪，受不了，收缩断气。黄明志还在冲刺，结果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人已经凉透了。你有没有 CPR 不知道，但发现救不回来，先没打，移到浴缸里面做清洗，把浓稠的遗留冲掉。那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个样态了。也就是为什么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明显死亡，因为你死到1个多小时的时候人就会僵，而且警察的判读是把他搬进去的，不是在浴缸里面走的。这个对未来黄明志在判刑会有很大的落差。当然真正状况还是要看法医到时候具体是怎么样。
黄明志这次是大条了。一开始报案内容，黄明志的说法，谢佑兴昏迷在浴缸中，立刻替谢佑兴进行 CPR， 直到医护人员接手，遗体上并未发生任何外伤痕迹。你如果做 CPR， 身上绝对会有外伤痕迹。所以一开始黄明志选择的是说谎，不是坦诚，因为根据马来西亚警方所说的，跟这里的供词完全不一样。他的供词是他们在拍 MV， 你要拍一个专业的 MV， 你没有摄影组是要怎么拍？如果没有 SM， 那我推论就跟前面那个曾姓女子跟陈姓 CEO 的死法就很接近了，交缠致死。马拉松极乐趴48小时夺命，9亿 CEO 的美女药头苏云文正面曝光，经过解析，陈姓 CEO 常常透过他买毒品。24日当晚曾开着豪车载着曾女到信义区一带，以2万元代购买了10颗摇头丸、果汁粉、调味安非他命药定剂、丁内酯 GB500ml。到了25号，陈家一家人例行家宴，却迟迟等不到长子陈南现身。晚上，陈南父亲去豪宅查看，发现陈南跟珍妮坐在客厅地板交缠仰躺而亡。所以这个案例很重要，2个人吸了高剂量的毒品之后，在地板上开强行冲刺，而且这2个年纪更小，男性死者好像是38岁，女性死者才25岁。这2个人48小时接连不断的马拉松吸毒派对，一边加药一边做成人冲刺，所以一直在高峰期停不下来。这真是一路玩到挂。所以这2个案子其实是有可比拟性的所以你说谢佑兴的死法会不会跟这件事很像？只是因为他们的摄取量没有到那么高，毒品的复杂度也没那么高，可是有几种毒品是重叠的。那大家就想，这事情越闹越大，黄明志总该出来说明吧？但是没有人找得到黄明志。这个时候，黄明志的粉粉就有人说，没有，人家爸爸出来讲话啦。黄明志爸爸说，只知道是上个月20号发生的但对于警察办案过程也不太明白，也不知道为何变成谋杀罪。不过儿子2天前有打电话来报平安告诉家人一切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没多久，又传出一个新的消息，事实上是他根本就没回家。随着案情持续推进，媒体的标题又变化了，警察升级到谋杀罪。台湾31岁护理师女神谢佑兴猝死案延烧多天后有重大进展，马来西亚吉隆坡总警长拿督法迪尔在4日宣布，全案将改以谋杀案侦办。马来西亚吉隆坡总警长所以青鸟不要再出来护航黄明志了。事发当天，而外界的相关揣测中，有台湾最强 AV 女优称号的娃娃翁雨成的爆料最引人遐想。今年3月，你邀请我到马来西亚整整3天，我只有第1天po限动，因为后面就被你带去一个神秘的旅行了。你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你说服我去尝试了那些东西，你告诉我你爱我的灵魂，你说我是最特别的，原来都是骗人的，原来我根本只是你骑这个玩具，对不对？原来我只是众多没有死去的女孩的其中一位罢了。我的天，他跳出来是不是自己坦诚自己吸毒？你说服我去尝试了什么东西？讲出来，回答我。所以我建议他别再写，只有第1天po限动不就是48小时马拉松？隔壁棚也是48小时马拉松，所以你吃下去玩48小时很正常。所以看起来这就是黄明志的套路了。那这整件事情，很多人说持毒数量是关键，恐遭鞭刑入狱，所以黄明志是把自己给彻底的摧毁了。这青鸟挂的怎么都是这一种拐瓜裂枣，真的是黄赌毒无所不包太阳花女神搞到最后也是卖淫加吸毒，黄明志是吸毒加性交，性交无罪了，但性交到死掉这个就不太对了，这闹出刑事案件了，真是太夸张了。这一群真的就没几个是正常的咖小。最后青鸟们还在救他，为什么？因为黄明志不仅唱玻璃心之外，他在2025年6月4号跟石板民夫、盾牌的都娃、486、王彩华、闽南郎、八囧开了一场挺自由 A1 演唱会。以下阴谋论：哪国救护车开1小时才到？怎样开到？是中共惯用抹黑栽赃手法，故意要弄死那个女的，弄假的尿检报告，就能合理抓捕黄明志，说他开毒怕害死的。接下来赵三餐统媒报道，我更确定他是被设计，因为他是名人，不能直接人间蒸发，先用人格抹杀，等到抓到监狱老狗把戏，但有用，除非客观公正第三者跟黄明志本人找到的铁证，不然我都不信好吗？青鸟加油，好不好？咕咕咕咕咕，黄明志加油！咕，黄明志已经被通缉了，咕，不信你就继续不信哈，姑姑你就继续加油，好不好？所以这整件事我们就做个结论嘛。第一个，千万不要碰毒品；第二个，一个有才华的人糟蹋了自己，但最后就是落得身败名裂不打紧，可能有判死刑的风险。所以直白的讲，黄明志毁了他自己。
现在从目前来看，同名字大概是没救了，要脱身我看是非常难的。最后，身旁的女性同胞如果有从事高等玩乐加加药的部分，还是多劝劝女生在这方面的抗受度跟耐受度是比男生还差的，珍惜生命，好不好？